我叫陆毅，担任黎明雇佣兵组织队长。陆队，我叫乐言，是个普通职场小白领，结婚3年的老公陆毅曾是黎明雇佣兵团队长。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没有对外公开这段婚姻关系。陆爷，我在呢，我在呢。又做噩梦了是不是？乖乖不怕啊，我已经退役了，以后都不会遇到危险了。以后我的忠诚只对老婆大人，领导，我只听命于你。现在，我想向领导申请一场双人有氧协作运动，请求批准。不回，我还要去上班呢。不行，我已经准备就绪，进攻。痒，起来，不然我掰断它。掰断了，你以后用什么？我曾经可是雇佣兵队长，我可不怕你啊！队长是吧？不怕是吧？我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训练是吧？别闹！乐言总说自己已婚，却从未见过她老公，就是那个人吧？虽然看不清脸，但看那个破车烂得不行，难怪他不提，原来是个拿不出手的穷屌丝啊！乐言的业绩总压过我，我绝不能放过这个嘲讽他的好机会。早上好，早上好，小爷，小梅。哎呀，这做人呢，不能太虚荣。某些人整天穿得光鲜亮丽，实际上嫁了个穷屌丝，还生怕别人知道。走啊，乐言，你说你至于吗？老实承认自己嫁了个穷光蛋，大家都是姐妹，谁还能瞧不起你呀？你笑什么？我笑你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你一天盯着我干什么？难道暗恋我？哼，你有病吧？你不承认也没用，早晚有一天我会揭穿你的真面目的。别费劲了，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你爹。来，各位！啊，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了？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刚刚公司得到一笔2个亿的投资，金主爸爸一会儿就来我们公司参观。你们3个啊，一会儿跟我一起负责接待。2个亿，竟然还能拿得出2个亿的主，能有谁啊？哇，该不会是……没错，就是陆家太子爷陆野。谁？哎呀，陆爷你都不知道，这位爷可是雇佣兵出身，他负伤退役后，一手创办爱乐集团，仅1年就登顶富豪榜，这实力之速度，简直就是开了挂！都吹自己是什么商界传奇，只有陆家这位爷才是真大佬。看，真的怎么样？甩你那个屌丝穷老公一个太阳系还富裕吧？队长大人光是站在那儿，就能看得我腿发软呢。这家伙怎么又跟来了？不管我换几家公司，他就2个字：跟头。陆先生之前可是雇佣兵，身材一定很好。
关节、窄腰、人鱼线，说不定还有18厘米呢！哇，什么话都假的！救命啊！那鹿的那方面一定也很棒。哎，你说是不是啊，乐言？不来了，不来了，老公，我真的不行了。老婆，你到底会不会哭啊？我是说，到底。你们放过我吧。真不知道谁能嫁给陆队长，他未来老婆能吃这么好，死丫头真让人嫉妒。好什么好，断掉最好。哼，我看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吧。乐言，你一直都说自己结婚了，可从来都没有跟我们提起过你家那位，他那方面怎么样啊？是啊，说说吧，怎么样？说说嘛，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以前管配种的吗？哼，说说嘛，能怎么样？你不说，那他就那方面不行了。3秒男根本就没得说吧？原来乐言的老公不行啊，那我的机会就更大了。哼，不说，说了怕你惦记。哼，我会惦记你那个屌丝穷老公？要惦记也是惦记乐队这样的真男人。就是还是这样。哇，你要来我们公司，好帅啊！真的很帅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老婆贴贴啊！切你个萝卜头！老婆，我马上就到。3、2、1。哎，快！陆先生马上就到了啊！快去准备一下。哎呀，这怎么还不来？看我这口红怎么样？来，陆先生，哎，这边请。哇，太帅了，这人！天哪！你好，我是陆野。我的手臂是你给我的信息，每当我闭上眼睛，你是我的答案。你好，陆先生。我唯有不回头的。安分点，被同事知道我们结婚了，回家死给你看。陆先生，这边请。他可能笑了，气真足。看到没？陆先生刚才在对我笑我也喜欢冲你笑呢。你确实挺好笑的。乐言，你就是极度有颜有钱的陆先生对我有好感，等我当上了陆夫人，一定打肿你那个臭屌丝老公的脸。走吧。陆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未来5年的阶段性计划。这阶段1，夯实基础，稳扎稳打筑根基，深耕主业，打磨内功，聚势蓄力，以初心为舵，以实干为讲，筑牢发展基石，明晰前行方向，为长远布局开篇，为跨越发展蓄力，步步坚实，久久为功，共启新章。爱你哦，老婆。这家伙，我们公司下一个季度的怎么了？抱歉，我想去一下洗手间。我也去。你是小学生吗？上厕所还要一起？我去女厕所。我也去女厕所，旁边的男厕所。
我怎么觉得陆先生很黏着乐言啊？不可能，陆先生是什么身份啊？怎么可能看得上乐言这种已婚的饥渴老女人啊？我看陆先生瞧乐言的眼神倒是饥渴得很。老婆，我们已经分开1小时28分钟35秒、36秒、37秒了，我好想你哦。你摸摸，心跳都乱了。你是狗皮膏药吗？我是乐言牌专属小狗，汪汪。别闹！小妍，是你吗？小妍，你快躲起来！哎，只有你一个人啊？刚才我好像听见陆先生的声音。听见还过了，这么低的情商开公司，就算是老天爷赏饭赏的也是馊饭。我有点不舒服，就不陪大家招待贵客了。怎么了？没事。适可而止，混蛋！怎么了，小妍？我看你脸很红，是不是发烧了？没事儿，我最近忙项目，有点太累了。我知道你很辛苦，都是为了公司，也可以说是为了我。啊，不是，我不是为了你，我只是为了工作。小妍，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不嫌弃。其实我对你也很有好感的，只不过碍于上下级的身份，不太方便坦白。小妍，当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住口！你再多说一句，我就上吊！我只是想表达我对你的心意啊。王总，你还是赶紧回去吧，别让贵客等太久了。那我先出去了，你好好考虑一下。还好我来了，不然就被隔壁老王偷家了。辞职嘛。哎呀，我不要！明明都是他的错，为什么让我辞职啊？我熬了一个很大的项目，我正准备拿下他，然后好好庆祝呢。乖一点啦，不要吃醋了啊！我不仅要吃，还要让你看看醋精大王的厉害。这里好大呀！这个马场比我之前去的高级多了。王总说了，这次的项目谁拿下，谁就是区域经理。这次我势在必得。喂，乐言，等我当上了区域经理，第一件事情就是炒了你。那我把话放在这儿，你拿不下。你从来都没有赢过我，这次也一样。好了，这可是陆先生的私人马场，机会难得，我也是第一次过来。这马场算起来还是我的嫁妆，原来这个项目还是要跟陆野谈，他怎么无处不在？哟，说的好像陆先生缠着你似的。你家那位屌丝老公，估计连这里的一块垫脚砖头都买不起吧？哎，我，哇，好帅啊！撤！撤！我的妈呀，简直眩晕了！好帅啊！天哪，好喜欢啊！鲜花赠你。
鲜花赠人。谢谢陆先生。王总欢迎。哎，谢谢陆先生的邀请啊，这是我们公司业务部的同事。细看，细看，我给您擦擦汗，喝一口吧。我帮您擦擦汗，我特意拿的。我也给你擦吧。陆先生渴不渴啊？是有点累，那就请乐小姐。忍不住帮我擦想靠近靠近点，扑进你的心里面，你眼中雪花一遍两遍，落在我的心跳那一边，让我靠近靠近点。也不知道某人的老公知不知道自己老婆在外面跟别的男人亲亲热热啊？就是，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一个人奇怪没意思的，不如乐小姐给我跑2圈。陆先生似乎对乐言格外在意。抱歉，我不会骑马。我会，秋风隐约笑得跟招财猫一样，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小粗鸡。陆先生，我会。大家稍安勿躁，骑马的事先缓一缓，休整片刻。大家移步去射箭场，那里场地宽敞，适合洽谈后续的合作细节。我已经让人备好了茶水。好。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至少3天不能上我的床，不，1星期，1个星期都不能上我的床，讨厌死了。1个星期啊，这么狠？这是女休息室。那你可千万不能叫出声哦，要是被人发现了，咱们结婚的事可就瞒不住了。如果说爱情就像是云，总是飘忽不定。老婆，你穿这身可真是太招人了。你叫破喉咙，都没有人来救你。你怎么不告诉我，今天要跟我们公司谈业务？你也没问我呀。我警告你啊，千万不能露馅，不能让我的同事们知道我们结婚了。那既然你是我的甲方爸爸，那这个项目能……你叫我甲方什么？你这个人，想让我给你走后门，就这态度；想让我给你放水也不是不行。如果你今天晚上回家，愿意多骑2回，我就……我说的是骑马回家，你在想什么呀，乐小姐？讨厌死了！再让你哎亲呀，你快出去啊！待会儿有人来了。亲一口，就一口。怎么好像要陆先生的声音？为什么不行啊？这里又没有别人。哎呀，讨厌！想投怀送抱啊！可惜我就算是喜欢女人，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你有病吧？我还看不上你呢！啊，自己眼光烂的要死，嫁了个穷屌丝还挺得意。站住！乐言，我跟你说话呢！站住！陆先生，您这是
你们射箭谁能赢过我，这个项目我就跟谁签。啊，这样，对拿下这个项目，我就能当经理。我先来。这太危险了。没事吧？没事吧？哎，就差一点，真可惜。就差一点啊！厉害呀，王总！可惜了。没事儿的，已经很棒了。拜见醋精大王。黄总讲究啊，吃苹果还要削皮啊。陆先生，您说笑了，是挺好笑的。这是我顶头上司。你刚才拍了他2.37秒，2.37秒。这也太准了！现这么厉害的人，我去，不愧是雇佣兵出身，这真厉害！这还用说吗？这点玩意儿对陆先生来说根本小菜一碟，咱们根本就没戏。这可就难办了。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没人能赢我，就都回去吧。啊！大家为了这次合作，前后后准备了好几个月呢，就这么离开了，好不甘心啊！是，我刚才好像扯到肩膀了，不过我愿意再试一下。我来吧。你要出风头也要看看场合吧，这可是我们大家唯一的机会了。小妍，你还会射箭啊？会一点，我老公技术很好，教过我几次。你老公哪方面技术好啊？不要把床上那点东西套用在这里。那个穷屌丝，他摸过光芒塔？不是你穷屌丝？你认识她老公？你见过她老公啊？我们大家都见过呀，对不对啊，小梅？啊，见过她老公送小妍上班了。哎呦，又老又丑，他那个破车要是送到博物馆里，都能封个副馆长了。凭借陆言的身份，不可能喜欢一个有夫之妇。知道乐言已婚，他肯定会嫌弃。在他们心里，我不仅没给老婆长脸，还成了他的污点。行了，你们在陆先生面前胡说八道什么？小妍，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受伤，不舍得呀，让我再勉强自己。不过你的心意我知道，不过我还是想要坚持一下。啊？行了，要不要我给你们10天半个月，选举一个人来跟我比啊？不用，我跟陆先生。好。我去，天哪，这也太牛了吧！这真厉害！这么厉害的人，厉害！你不行，我们大家跟着你丢人不说，我们努力了这么久都白费了，你负责啊！那你想怎么样？这可是难得让乐言丢脸的机会，你要是没射中的话，就主动离职，
如果我射中了，你绕着马场滚3圈。陆先生这么厉害，乐言不可能赢。一言为定，我一定要赢。陆先生，我一定要赢。哇！天哪！怎么这样？真厉害啊！老婆想要，老婆得到。我宣布，乐小姐赢。等等，是不公平！他明明作弊了。我又没说不可以找外援，你也可以啊。我恭喜你啊，乐小姐，合作愉快。我给你们准备了柠檬蛋糕和大吉岭红茶，希望你们喜欢。小妍，真巧，这都是你最喜欢的。是啊，真巧。陆先生真贴心，要是谁做了他未来老婆，肯定是当皇后娘娘要伺候啊。来，3圈，滚完了再见。叶如，你要快点滚哦，我会给你留下一块小蛋糕的。拜拜。你们加油！走了。哇，下雪了，好漂亮啊！哇，下雪了，下雪了，好漂亮啊！我的天哪，怎么下雪了？是啊，现在可是下班的高峰期，肯定打不到车呀。雪下这么大，以后搞得我裤腿都湿了。我今天可是新裤子。5分钟后我来接你，不想暴露我们的关系，就快点把他们支走。哟，你老公的消息啊？对啊，你该不会是让你老公来接你吧？拜托，就他那辆2手小破车，这种天气还没上路就报废了吧？唉，也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美女特权的。叶如，你打到车啦？哼，我只要随便在我的鱼塘里扒拉扒拉，他们就要挤破头争着抢着来接我呢。喂，亲爱的，外面好冷啊，你能不能来接我呀？哦，那怎么办呀，宝宝？哎，你逛街呢，伤啊伤啊！冷就多在外面待会儿，正好动动脑子。哎，我也冷啊，等雪化了再去啊。冻死你个鳖孙！你怎么不等北极冰川雪化了再来啊？看样子你的鱼塘结冰了呢。我们就是随便玩玩的，总好过你结了婚还要在这挨冻。这人呐，谈恋爱可以没钱，但结了婚还过成你这穷酸样，还真不如死了算了。小妍，这里不好打车，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有人来接我的，你们先走吧。哪有人接你啊？这外面雪下了这么大，这地方又远，1个小时内是不会有司机接单的。再磨蹭下去，路也都要到了。黄总，你偏心呐？凭什么只送乐言一个人啊？就是，人家乐言刚刚签下陆先生这么大的单子，怎么，你不服气啊？是真的不用了。别怕，我看谁敢说什么。哎呀，我们这些小卡拉咪跟某人的屌丝穷老公一样怂，
看着自己的老婆上了别的男人车里，连气都不敢生呢。乐言呀，我还真是心疼你老公呢。心疼他，恐怕你还不够资格。接我的人来了！哇塞，乐言的老公这么有钱吗？这车可不便宜啊！那可不，这车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全球限量10台，好像整个京海就只有陆先生有一台吧？陆先生，是吗？小妍，你老公真是陆先生啊？我说你是不是痴呆啊？她老公的破车你又不是没见过，这肯定是某人为了撑面子，让她老公租来的呗。看样子的确是租的。女人嘛，偶尔虚荣点也算可爱。只要陆野不下车，就不会暴露我们的关系。跑什么呀？他怎么不理人呢？跟你说话呢。这人没钱呢，怎么还没礼貌啊？乐言她老公是吧？我们都是乐言的同事，你这来一趟也不露个面儿，也太没教养了吧！没教养，是在说我。这不是陆先生吗？是陆先生，是陆先生，陆先生，小妍，你老公真是陆先生啊？陆先生，小妍，你老公真是陆先生啊？不可能！黄总怎么比你还生气，还嫉妒啊？难道他喜欢陆先生？你二啊，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她老公怎么可能是陆先生？不允许！陆先生只是顺路送我，也算是这次合作成功的奖励，对吧？奖励？快说是。骑马？行。的确是奖励。乐小姐，请上车。这就送他走了？哎，陆先生，陆先生真绅士啊！绅士就该把我们都带走，为什么只载乐言一个人啊？分明就是搞特殊。男人看见狐狸精都一个贱样。陆野对乐言格外上心的样子，我还是先下手为强的好。当雪一片一片一片融化，当彼此好美啊！刹那，少许的光带走所有喧哗，世界确实很美只剩我们俩。好冷，好冷。冷吗？来暖暖。司机先生，请你安全驾驶。啊，干嘛呀？等回家的吗？掏出来看看了，有惊喜。以为我不知道套路吗？这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乐小姐，我只是想让你掏出来暖暖手，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呀？烦人！
陆野，你这是？陆小姐，我对你的爱从一开始就不会缺席，杯咖啡的香味吵醒，为我吹干头发的你，让我有种深深又欢实的感受，理解我在这等的你，额头的汗我在要干嘛呀？要。我很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切了吧。这更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不起床。我自己来。请让我来服侍您吧，老大。那叫服务。出去。真的不考虑一下吗？现在向您特别推出至尊一条龙洗漱服务，洗脸、揉肩加护肤，再附赠独家按摩，只需要一个亲亲就能免费搞定。不需要。出去吧，出去。为什么我都快散架了，他的精力还那么好？队长大人，名不虚传呢。这又是你什么时候炖的？老婆的事儿啊，必须我亲力亲为，这活儿别人都干不明白。尝尝。马上就要到我的惊喜环节了。你都吃了？你就没吃出那个？你该不会吞下去了吧？不是，你等一下，你该不会在找这个吧？他不应该在饭里吗？你昨天晚上掉床上了。你放手，又不是我故意捡到的。我的腰！小妍、陆野，三姨妈来了。给我要这个！给我！不给！给我！小怪，你们这样啊，小怪会不舒服的，知道吗？哎呀，别哭了，乖孙儿，别哭，奶奶回去给你买10支，随便玩。阿姨奶奶，大姨奶奶，没事啊，姨奶奶不生气。这可是
是小妍送我的。哎呀，你看我乖孙多聪明，他知道你戴这条链子难看，帮你扯下来了呢。哎呀，我说大姐，乐言不生孩子，我怕你寂寞，带孙子过来陪陪你。你怎么倒心疼起那小畜生了？你什么好孙子，还不如我的小乖听话呢。哎呦，我好心帮你，你当拿我的金孙孙跟这个小畜生比？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在我家还能让你给欺负了？回你家去，我们陆家不欢迎你。哎呦，我说大姐，我真一心为你着想，让乐言多看看小孩子，没准他就看着眼热了，没准就愿意生了呢。自己的孩子自己疼，我们小妍有遗栓症，万一孕期发病了怎么办？她是会猝死的。我这个当妈的怎么可能舍得让自己的孩子拿她的命去赌这个孩子呢？哎呦，那算什么呀？哪个女人生孩子不是刀山血海的啊？一声吓唬两句知道圣旨了，她怎么那么娇气啊？再说了，我们家的狗都一窝一窝的生呢，她凭什么不生？凭什么不生啊？自古以来，生孩子就是女人的天职呀，不生孩子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吗？简直不配做女人！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家乐言吃你家白米饭了，你有什么资格在我们家撒野？哎，别不识好歹啊！我们可是亲姐妹，我能害你吗？老巫婆，看招！哎呦！一大早跑过来找晦气，我媳妇儿不生孩子，耽误你投胎了。乐言，谁叫你这么没大没小的？妈，你没事吧？没事，果然是亲母子，狗咬吕洞宾。来人，把这两个小崽子扒了裤子挂到外头树上。陆爷，站住！救我！哎呦！站住！哎呀！怎么，你也想被挂上去？你笑什么笑啊？老陆家都断香火了，你还有脸笑？您老眼睛粘我肚皮上了，怎么不看看自己家闺女，嫁3回堕4胎，打胎速比我体检还勤快？您家那烂摊子收拾明白了吗？棺材板盖稳了，再给别人当判官吧。我要不是你亲姨，我才不管你俩生不生呢。您是子孙满堂了，大表哥的赌债还清了吗？三表哥找二奶的官司打完，二表妹酒驾这回得在交警队跪。你们还是您老能接住这福气啊！我要是你，都得连夜翻族谱改姓，毕竟老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完了。来人，把三姨好好送回去，顺便把定损单一起带过去。好儿子，干得漂亮啊！妈，你可真是我亲妈。嘿，你这是怎么了？不知道，我得赶紧去上班了。妈，您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乐言呐，年轻貌美，你也不能天天吃啊，悠着点儿啊。妈，我没问题的，你想多了，我这是从床上摔。哦，好，妈明白，床不够你俩造的。明天啊，妈让人换张更大的床。对了，妈这就去交代厨房，让他们每顿饭啊都给你炖碗补汤。妈，我不喝。妈，你听我解释。妈，我不喝汤。妈，妈。哎，小严，一会儿去跟我见个客户，你准备下资料，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是哪位财神爷呀？就是上回的陆先生。啊，对，陆先生，陆爷。他没跟我提过呀，难道那家伙又偷偷准备了什么？啊，我，凭什么只带乐言见陆先生？王总，我也要去。行啊，公平竞争。不行。这么凶干嘛呀？不去就不去。其实多一个人几率会更高一点嘛，有竞争才有动力嘛，我不介意的。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先准备资料啊，我先过去了。唉，王总那一颗心呐，都
都要偏进太平洋去了。地址是枫叶酒店303，说不定你可以堵到陆先生啊。枫叶酒店，那不是情侣酒店吗？咱们公司那只红杏又要出墙喽！是我打开门的方式不对吗？小妍，你来啦。不是说见陆先生吗？哎，你先进来啊。要是被陆先生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该误会我了。来，喝水。陆先生什么时候到？我要是不说去见客户，万一被蓝月如他们听见我约你，会嫉妒死你的。哎，小妍，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对吧？王总，你好像误会，我对你只是同事之间的尊敬，绝对没有其他任何感情。这么害羞啊？我发誓，我要是有一个字撒谎，就让我每天赶地铁都差一步关门，每天下班必开会，打卡永远卡着迟到点，挤电梯挤8趟都挤不进去。还有我的业绩，一辈子都超过不了蓝月如。我明白。你真的明白了？当然。突然有一个优质的男人向你表白，自卑和不敢置信，那都是应该的。我自卑，我不敢置信。也对，我确实不敢相信。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岂止像做梦，连蓝月如知道了都要心疼我的程度。小妍，放轻松一点。我知道你觉得自己配不上我，我也理解你的不自信，但是我已经朝你走了99步，这次也该你为了这份爱情大胆一次。救命！这说的还是中文吗？王总，我已经结婚了。我知道啊，但是我不嫌弃。我嫌弃你啊！站住！你说什么？你嫌弃我？哼！你知不知道已经结婚的女人就像块烂抹布，只要我想，我能包养10个，绰绰有余。我是结婚了，不是犯罪了。已婚女人就应该被你这种人渣骚扰，还感恩戴德吗？小妍，这屋里没别的人，你不要装这么清高好不好？像你这样结了婚又没生孩子的女人，在职场上那就是人人喊打，避之不及。以更低的薪资，人家可以招更多00后，坐在老板的大腿上谈生意。可你呢？跟你喝杯酒都推3阻4的，你以为自己的身上很金贵是吗？难怪你顶破天也就是个分公司经理，除了卖皮肉没别的本事。你这个经理的位子也是这么来的吧？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还给我！给陆野发消息啊！哼，怪不得你看不上我，原来背后是想钓更大的鱼。我看看。老公，下班一起吃饭。陆先生是你老公啊？陆先生是你老公啊？放开我！你叫的这么亲热，你以为上次陆先生多看你2眼就可以勾搭上人家了？嫉妒吗？你也可以喊他啊，最好能混到一个国内负责人的位置。人家陆先生想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啊？就算是恶
也不会对你这种老腌肉下得去嘴。乐言，你倒是不如乖乖的跟着我。我跟你不如跟头猪，猪都知道洁身自好，你连禽兽都不如。跟你好话说尽了不行，就给脸不要脸！到底用什么理由才能自然的找他，不引起怀疑呢？就说今天来参观茶水间，明天来参观储物间，后天就……您先在这边看着啊。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小妍从来不会关机的。陆先生，真的是你啊？王总不是说带乐言找您谈生意吗？他们俩人呢？什么？王轩根本没约过我。他们去哪儿？去多久？别过来！年轻的姑娘，矫情两下是情趣，你个二手货还跟我摆什么臭架子，恶不恶心？反正你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也不在乎什么第几次，但是你跟我这一次，一定是你最舒服、最畅快的一次。你明明没喝那杯水。情敌性不错嘛，可惜了，棋差一招。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宝贝儿？啊，让哥哥闻闻身上的味道。啊，可惜呀，你没生过孩子，少妇那种奶香味儿最勾人了，我最喜欢那种味道了。血腥啊，也挺不错吧？不错，够劲儿。你管陆野叫老公，他不一定搭理，但是你管我叫老公，我一定会把你伺候的舒服。不好意思啊。哎，你谁啊？你谁啊？有病吧？不好意思啊，各位，请继续。小妍，你没事吧？陆爷，这个乐言怎么厉害的不像个女人啊？你惊讶是因为你骨子里看不起女性。说得好，打得更好。还是老公教的好。重心往下压，脚步分开，就跟扎马步一个道理。腰沾戏啊！你教不教吗？教啊！这儿绷紧，松松垮垮的，被人家一撞就飞出去了。搏击靠的不是蛮劲儿，是巧劲儿。来，对着我出拳。打你？怎么，舍不得对你老公动手啊？没事，媳妇儿打是疼，骂是爱，老公都……手腕绷直，拳头攥紧。如果遇到坏人从后面抱你，就用手肘把这里顶开。打你！嘿，偷袭！
陆队长，这叫兵不厌诈哦。打得好，对坏人就该这样。你经理的位置坐到头了。不，陆先生，陆先生。Night is melting, 녹아내린 꿈. 老公，您好，这里不让停车。好的。我们先回家。不走，老公。要了命了！回家等，马上马上。 녹아내린 꿈. 好你个陆毅，有机会吃到饱，你就真不客气。小妍，小妍，快看快看！怎么了？王总好像被突然撤职了。乐言，我记住你了。不好意思，你不配被我记住。你以为张开腿就能笼络陆先生的心啊？他能护你一次，护不了你一辈子。他能？狠话谁不会说啊？说的那么厉害，还不是从王总变成小王了吗？别高兴了太早，咱们的账以后慢慢算。还是现在算吧。让你考考钱！该你妈的破方案！老子辛辛苦苦改了18遍，你却告诉我你最后要第1版，改你妈！听见了吗？我改你妈！真是活该！这样哪有这样的？每次聚餐都我掏钱还不给报销，去死吧你！剩偷奖金，我不起这玩意儿，滚你大爷的！就是这种人就得他很久，早就看到不顺眼。我是。这种人家早就该滚！真是活该！活该被开除！打的，活该！去死真活该！滚！真解气！这个人渣终于滚了，可算滚了。散了散了啊！乐言，这个姓王的怎么会被开除啊？你们昨天不是去见陆先生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想知道啊？其实陆先生是我老公，是他帮我把姓王的踹了。你有病吧？吹牛你也不靠点谱。你不信，你可以去问陆先生啊。我是他妈呀，问就告诉我。你去问啊。你，看这模样，99%来抓小三儿的。那你还不赶紧跑？幸好今天没请假，凑够这种八卦跟凑够1个亿没区别。不知道那位三姐是谁啊？请问您找谁啊？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乐言的吗？姐姐，姐姐，你干什么啊？我下跪了，下跪了！哎，快看快看，下跪了，下跪了，还扇巴掌呢！我知道你是陆远的老婆，可是我已经怀孕了，我求你跟他离婚，成全我们吧！哇塞，到底在说什么呀？没听清，好像说什么老婆怀孕了要离婚。真的知道了，肯定是人家正牌老婆怀孕了，但乐言第3者插足，逼得人家要离婚。不是吧？小妍不像那种人啊！眼见为实啊！
都给乐言跪下了，还能冤枉他呀？这女的真可怜，多可怜呢！你瞅瞅。你先起来。不，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那你就跪着吧。你不可能是陆野的女朋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演这一出，但是我相信我老公，他不可能背叛我。如果我撒谎，那为什么我知道你不能生育？是陆野告诉我，你有遗栓症，不能生孩子。陆野在床上抱着我，给我和孩子一起买衣服、买玩具、起名字，还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孩子。陆野不可能说这种话，他爱我的全部。或许他是爱你，但爱情永远比不上血脉亲情。如果你也爱他，就请你不要这么自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吧。现在当小三都这么不要脸了，你没有道德，你还道德绑架？我愿不愿意给我老公生孩子，用得着你管吗？滚！姐姐，求你给我和宝宝一条活路吧！你松开，别扭不打孕妇！快！怎么能打孕妇呢？快起来！你怎么破坏别人家庭还这么嚣张？你是觉得自己特别能耐是吧？你妈没教过你什么叫羞耻，还说你没妈呀？你再说一遍！你怎么打人呢？我就说，我最恶心你这种破坏人家家庭的狐狸精！呸！不要脸的骚货，没男人就活不了是吧？专挑别人男人啃。乐言，你敢做就别怕别人说了呀！逮着个男人就瞎放电。你上次在马场对陆先生抛媚眼，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对，晚上陆先生还送你回家，谁知道你们干嘛去了？有些事说出来可不光彩。谢谢大家愿意帮助我。不光彩是吧？你上次和赵总出差开的是情侣套房，你上次说陪刘总加班，结果轩玉都被人家老婆接到公司来了。还有你跟女经理在地下车库被保安发现的时候，裤子都扯烂了。居然有这种事！哎，你胡说什么呢你？不就是造谣吗？谁不会？造完你的再造你的，再造你的，全部创废，都别活了。这是造谣，我要报警。好啊，一个一个查，有问题的都别跑。你上回和赵总开房去了，难怪他突然不要我的策划案了。放屁！你自己的策划案一坨屎，还好意思赖我？谁是小三？谁破坏别人家庭？谁不知廉耻，挺着肚子耀武扬威？你有本事把刚刚跟我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吗？难道我们真的冤枉乐言了？真的假的？看清楚了，这是他给我买的房子，这上面有他的私人印章，印章里有防伪芯片，是不能作假的。啊，这是真有印章？怎么样，乐小姐，可看清楚了，这印章是假的吗？是真的。真的。他还为了给宝宝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还特意选了学区房呢。乐言，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是想到。乐言，你就承认吧，陆野就是因为你不能生孩子，才选择出轨了我。这事儿陆野知道吗？哼，我既然敢来，就不怕他知道。劝你还是给自己留点体面，主动提出离婚。真是，还来这儿闹，真的，可算是看到他的真面目。如果陆野真的发疯，不惜出轨想要一个孩子，家里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承认吧，乐野，陆野就是介意你生不了孩子才出轨的我。
老婆，你今天这么早下班啊？来，抱抱。啊！老婆，我错了，你可以先告诉我错哪里了吗？一五一十的跟我说清楚，这是谁的？你从哪儿找到的？陆野，你个混蛋！哎，你敢躲？我……我数到3。老婆，你总得留口气，让我活着向你解释吧。你敢说那个孩子的衣服不是你的？孩子？犹豫就是想撒谎，撒谎就是心里有鬼。这真不是孩子的衣服。孩子妈的鼻涕眼泪都蹭到我的脚上来了，还有你私印的购房合同，根本就做不了假。难道我妈给我生了一个双胞胎弟弟？总之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出轨这件事情宁可错打也不能放过。要是让老子知道是谁害老子，老子扒了他的皮。陆总好，陆总好，陆总好，陆总好。我堂弟陆枫硬要入股这家分公司，他每天都冷，有条件托我私印的只有他了。把陆枫给我叫过来。好的，陆总。陆总不是养错来了，今天是怎么了？老婆，我每天忙到飞起，哪有时间搞这些东西啊？我带你进我办公室，你可是第一位进我办公室的女性。我是第一位。我勒个无妄之灾！办公室爆改成人用品批发市场，看得出来呀，确实每天都在起飞啊。其实这家分公司我很少来的，大部分业务都是陆枫在负责。哼！喂！陆野，别碰我！好，我们去隔壁休息室休整一下。我自己去。哼！老婆，来，跟人去看看陆枫是不是死路上了。陆总带了一位美女，在房间里发了好大的火。陆野800年不来公司，怎么今天突然心血来潮了？难道我假冒他身份泡妞的事儿被他发现了？去！野哥，叫爹都没用。那个怀孕的糖糖是怎么回事？还有我的办公室。陆野爱妻如命，知道我顶着他的名头搞大了糖糖肚子，肯定会把我狠成骗。什么糖糖？谁呀？我不认识。你管不住你那2两肉，到处甩籽儿，还敢赖在我头上？陆枫，你上过学没有？知道死字怎么写吗？你没事，别怕啊！提清了。喂，姓陆的，没干就是没干，你有证据吗？我的手我的手啊！陆爷，我可是你弟弟呀！要不是你也行路，刚刚断的就不是你的手，而是你的脖子。偷私印的监控都被我删了，他没有直接证据，打死我都不能认。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在外面偷吃，怕被嫂子发现，所以才想
摔到我头上。冯秘书说陆野带了个美女，外面肯定是陆野。男人嘛，都懂，你只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你放心，如果嫂子问起来，就说是我干的。别人戴绿帽子是意外，你倒好，是自己主动批发加定制的。哎呀，别人我才不管呢，但是你是我哥，兄弟情比天大啊！有你胆子大吗？嘿，给你儿子当便宜爹，我不吃亏。那叫堂堂当面来对视吧。哎，别呀！不用了。果然是乐言，嫂子，你怎么在这儿？你都听到了？哎呀，我哥他只是一时糊涂，不过你放心，他最爱的肯定还是你。陆枫，我说错话了，我哥他没出轨，你千万别误会他，也别跟他闹啊。不过这话也说回来了，虽然他在外面偷吃，还搞大了人家肚子，但他最爱的还是你啊！天底下没有不偷腥的猫，这也不是啥稀罕事。这男人嘛，就这臭德行，你多包容，多担待，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跟你的花花世界说再见吧。放下。得救了，马上死无全尸的就是你。生剖了他，敢骗我，看他是不是浑身都是胆子。遵命。我错了，野哥婚前一直在出任务，婚后又一直黏着嫂子，京海没什么人认识他，所以我才敢顶着他的名头在外面泡妞。你还说我有异栓症，不能生育。我嘴贱，我一定把那个堂处理干净。什么叫处理干净啊？老母猪吗？生完拉倒。啊，是，我一定好好对他。那万一你又出去转头不认账，怎么办？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吗？这不是风总吗？是啊。哎呀，果然，这洋相还得风总出，丢人都这么有创意。走，他会是什么造型啊？肯定是大过，他突然就这样了。各位亲朋好友、父老乡亲，本人陆枫在外面搞大了别人的肚子，这都敢说是这种人啊？还当缩头乌龟，又渣又怂，罪该万死。你说这么说自己，老子这么帅的一张脸，现在可好，丢人丢的满地都是。这个真是太丢人了。老婆，谢谢你相信我。我本来还是有点怀疑的，但是他演技太烂了，而且他身上的香水味和那个堂一样，想不知道真相都难。老婆，你真聪明。那也不看看是谁老婆。来庆祝一下，亲亲。可是那件衣服你还没有给我解释清楚呢。小乖真漂亮，去吧。那是咱妈给小乖缝的，应该是我收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收到一起了。对不起，老公，脸还疼不疼了？老婆，是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让你误会。该道歉的人是我。可是你要一辈子没有孩子，你不会觉得遗憾吗？唉，到底是谁规定的完美人生的配置就一定要有儿有女啊？
我的人生因为有你才圆满，再多的可能加进来，也不过是锦上添花。有你的选择题，不再是选择题了，是送分题。爱你。我也爱你，老婆。这张卡还有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陆爷，如果你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这些东西足够让你们娘俩衣食无忧几辈子。但我绝对不会娶你，明白了？我不要这些，我只要你。陆爷，我是真的爱你，如果没有你，我的人生根本活不下去啊！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无关。当初说好了就只是玩玩，而你竟然偷偷去找乐言，害老子丢那么大的人。还有这个孩子，也是你偷偷怀上的。我看的是一条人命的份上，没带你去医院，已经够仁慈了。是不是因为乐言？是他让你抛弃我的，对不对？那他知不知道，如果没有你，我只能去死！我只能去死啊！跟别人无关。那天晚上是你自己主动的，现在房子、车子、票子都已经给你了。我对你已经够仁至义尽了，最后我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纠缠我了，更不要再去骚扰乐言。你别走，我求求你了，别走！乐言，没有你，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的孩子还有什么意义？哎，这女孩真可怜。怎么回事啊？乐言，你这个贱女人，竟然这么狠心！好，就算是鱼死网破，我也不会让你独占陆远。乐言，我们谈谈吧。我跟你之间应该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整件事情你应该都很清楚了。他给了我钱，车子、房子，什么都给我了，就是不愿意娶我。这种事情你跟我说也没用吧？当然有用，也只有你能帮我。想让我帮你什么？我最多只能帮你叫陆野，再给陆枫狠狠揍一顿。陆野是因为你才不要我了的。陆野？啊，不是，他都没告诉你吗？其实不是。为什么？我都怀了他的孩子了，他就情愿要一个不能生的你。你冷静一点，陆野是我老公，你老公不是陆野，从一开始你就弄错了。是错了，不过现在我有机会能修正这个错误，只要……你这样，我是要被观众给骂的。只要你死了，陆野就能选择我了。怎么办呢？怎么还不出来啊？野哥，我真的和那个糖糖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疯，把乐言推下楼去。我已经把他拉到精神病院去了。精神病院不适合孕妇吧？我明白，那我等他生孩子之后再……
哥，你别这样，我真的知道错了，哥。这样，你要杀要剐，给个痛快。会长，你让我到楼梯那儿滚几个来回。你别吓我呀，哥。不急。乐言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全家世世代代在这家医院陪葬。医生，怎么样？陆太太失血过多，由于又有遗栓症，情况很不乐观。要什么仪器？钱不是问题。国外有顶尖团队，很擅长这类病症，但是时间紧迫。明天最快一班国际航班几点到？他们就几点到。医生，一定要救救乐言。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你快点醒过来，狠狠揍我一顿吧。只要你能醒来，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就算你一睁眼想来忘记我也无所谓。求求你，醒来看看我。你倒是抬头啊。小妍，你醒了。医生，医生。其实按一下就可以了。还没问你是谁呢？你长得真好看呀！你一直守着我，是不是认识我呀？不过我是谁来着？我怎么在医院里面啊？你要打，先打我。这么近都看不出瑕疵，好伟大的一张脸，长成这样一定很爽吧？小妍，别说话，吻我。陆太太，陆太太，您醒了。陆先生，您这是……我不是故意的。不对，等一下，你刚刚叫我什么？陆太太啊。我结婚了。是啊，陆太太。那我和刚认识的这个帅哥，岂不是跟我没有可能了？医生，他这是……陆太太，您刚醒，还是跟我去做个详细的检查比较好。可人大家都说，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风卷云残后，真的满地心酸。完了。喂，陆老夫人，陆太太醒了，但是她脑子坏掉了呀。陆太太的检查结果显示，她的头部受到了钝性撞击，引发了闭合性的颅脑损伤，目前出现了典型的创伤后逆行性遗忘。什么损伤？要不要紧啊？从 CT 结果看，没有明显的颅内出血，但是她的脑组织……哎呀，说人话！她失忆了，什么时候能想起来不一定。那怎么办呢？不急不急啊，咱们请最好的治疗师给乐言调理，他一定能想起来的。我虽然不是最好的治疗师，但我建议家属也不要操之过急，因为短期内摄入大量的记忆会导致他的大脑受到2次损伤。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吗？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稍加引导就行了。虽然我还不知道我老公是谁，但这个婚我离定了。我要去追求我的真爱了。
离婚？小爷不是不记得你了吗？为什么还要离婚呢？他说找他真爱去了。乐言终于不要你了。别说话，吻我。我知道他的真爱是谁了。我有一个既能让他接受我，又不刺激他的好方法。什么方法？给我自己当小三儿。什么？也不知道我那素未谋面的丈夫看到协议书会不会同意离婚呀？不过我住院那么久，他都没来看过，肯定是不爱我，渣男。他没有理由不同意啊。就算你一觉醒来忘记我也无所谓，求求你醒来看看我。可爱，也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你说的，只要能赎罪，让你做什么都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只要野哥一句话。非礼我啊！这不太好吧？哥哥，就没有稍微体面一点的赎罪方式吗？别说话，别说话，哥，我这也没整过男的呀，哥。要是我的真爱能突然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就好了。救命啊！救命啊！真爱降临！救命！我现在跟寡妇被造黄油有什么区别？我才想喊救命呢！你救命啊！放开我！禽兽，放开这个美男！嘿，别打脸啊！别跑啊你！别跑！你别跑！别跑！别跑！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谢谢你啊。你没事吧？要不要送你去医院？我想回家。那我送你吧。恭喜我野哥，终于当上了自己的小三儿。随便坐。挺干净的。临时找了个出租屋，勉强过关。不过你回家为什么要看导航啊？别看枪。哦，没有。哦，没有。我刚刚脑子摔坏了吗？好像擦伤了。有药箱吗？我可以帮你涂。你涂？有，在。好，在那儿。等一下，这个就先留着吧。我看看，好食材要文火慢炖。好大的手啊！
好结实，好温暖啊！你的喉结在动啊，我会摸摸你。你的嘴唇好软啊，你身上的味道好好啊。不行，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样是不对的。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只有你想不想。我不想骗你，我也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随便的女人。我结婚了，但是我马上还是会离婚的，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那样。可我就是想看你在我和我之间心神不定、犹豫不决的样子。无论你是忠于婚姻还是忠于爱情，我都开心，因为那都是我。没事，我可以等。你不介意吗？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等。离婚，我一定要马上离婚。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那天在医院，你为什么会一直守着我？我做护工嘛，我在医院兼职做护工，对你一见钟情。那你见过我老公吗？见过。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你对他很感兴趣啊？如果再次见到你老公，我和你老公之间，你会选择谁？我去洗一下吧。好。你洗手间在哪？在在那儿。哎呀，这也太快了！忍住，还没离婚呢，不能吃。要不我帮你洗？喂，你这一脸春心荡漾的，想什么呢？在想男人啊？切，一个3秒男，也就你拿他当个宝贝。3秒男？谁啊？你老公啊！我老公是个3秒男啊！说啥就说啥，说什么？你那么惊讶干什么？我不应该惊讶吗？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晚上爬床底下数过？这全公司谁不知道？瞒什么呀？啊，这种事情被人广而为之吗？你们跟我老公很熟吗？从没听你提起，一个字都没提过。这夫妻感情得多差啊！那他不赶紧签了协议离婚？小妍，那大肚子的糖糖真是你老公的情人啊？情人？哎呦，不知道有多大的仇呢，把乐言从楼梯上推下去，这不是情杀还能是什么？情杀？我到底下了个什么东西？3秒男还搞他情人肚子，还连累我差点没命。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好奇她老公长什么样呢。好，那我们就一起去看。这次我要当面盯着他签离婚协议。哇，这么大房子，小妍，这就是你家啊？喂，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还没好啊？
你那个穷屌丝老公怎么可能买得起这种房产？这房子很贵吗？请问你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问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蠢问题。不说这房子，光是这地皮，有钱都很难买呢。小妍，你老公该不会是什么隐藏大佬吧？真有钱能怎样？花天酒地，左拥右抱，风流成性的死渣男，说不定哪天还染病回来。我看最多是个镶金边的屎盆子。谁要谁被他害得差点半条命的人，我可是回来离婚的。我要这个。你是说，小妍现在急着跟你离婚，是为了嫁给你？没错。折腾的有，你这是图什么呀，儿子？小妍对感情很内敛，甚至为了事业不惜隐婚，这是她第一次明确的表达想要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你可不要把我的事情说出去啊！更不要在他同事面前暴露我们的婚姻关系，不然等他以后想起来，绝对不会放过我。进来吧，我老公就在家里。你怎么在这儿？站住！完蛋了，陆野死定了。跑！我看你往哪里跑！今天你就是生出翅膀，我得薅下来做烤翅。好啊，小子，你给我说清楚。你回来了。哼，小燕儿，别以为你戴个眼镜，我就不认识你。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在我老公家？难道你就是我老公？那你在出租屋都是骗我的？出租屋？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见过我弟弟了？弟弟？我们是双胞胎，但关系一直不好，所以他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你出事那天他去见过你，你们应该是见过的。哼，这么烂的解释你都想得出来，你真把我当傻子了。你刚才是在追他吗？他的房间就在我楼下，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好啊，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大变活人。把门锁，我看你还怎么跑。哼，居然以为这样就能关注我，真可爱。让你知道你老公为什么能成为雇佣兵队长。这怎么可能？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听我解释。还真是双胞胎啊！双胞胎？你都知道了？我哥告诉你的吧？真有这么巧的事？可刚才那个人被我锁在屋里，除非他能飞檐走壁。这么高！如果楼上那个手臂没有擦伤，那就是2个人。如果有，我真的会把他弟弟打断。哎，我去！现在醒了。
给我看看手臂，给我看看你手臂。你干嘛呀？看手臂，这是什么新的调情方式？等一下。别说看手臂了，老婆想看哪儿都可以。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弟弟才不会这么凶呢。我信了，我信了。信了，那正好，我们继续。等一下，我记忆还没有恢复，跟陌生人做这种事情有点不太适应。好，我们聊聊别的。听说你想跟我离婚啊？你醒来的那天，我公司刚好有点事，就因为我没有在，所以生气要和我离婚。也不完全是吧。如果再次见到你老公，我和你老公之间，你会选择谁啊？本来以为便宜老公是个丑渣男，怎么也想不到他跟我的真爱用一张脸。说谎！你搞大别人肚子，害得我被小三差点弄死。这件事，陆枫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说了，我怕你不信。总之，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也没有背叛过我们的婚姻。你话里话外都是我弟弟，你不会喜欢上他了吧？也不全是说他的呀。你想跟我离婚，该不会是因为他吧？你协议里说的真爱，该不会是我亲弟弟吧？你别瞎说！哎呀，我同事好像在楼下，我去找找他们。不一样的老婆，就算恢复记忆之后，把我烤成3成熟，也值了。来这来这！哎，你往后点，手再往下一点，把这些钱都拍进去啊！月如，拍的差不多了吧？都拍了几百张了。哎呀，这种地方说不定这辈子就来这一次呢。早知道我就多带几套衣服了。就算带了，你去哪儿换啊？也是啊，都是你要拍照，害我们跟小妍走散了，还没见过她老公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8成啊，就是个司机或者保安什么的。再说了，现在谁有心思见她那个屌丝老公啊？小妍，我们终于找到你了，走吧，看看你老公去。那个，今天要不还是不看了吧？为什么？啊，还能为什么呀？装不下去了呗。还什么是大佬？我看就是给大佬开车门的吧。哼，乐爷呀，你也别太虚荣了。这种到眼前被拆穿的滋味不好受吧？刚刚里面有一个人跟我说，外面有个女的拍了800张自拍。你手机还有内存吗？这些应该够你发半年朋友圈了吧？哎呦，这地砖都快被你盘爆浆了呀！你胡说！你胡说啊！走，嫂子开门，我是我哥。你又来找我干什么？不会又想骗我吧？你先把门打开，放我进去嘛。有什么话你就在那里说嘛。我哥好像来了，你快把门打开。
嫂子，你怕什么？被我哥发现，刚好直接离婚啊？还是说，你今天见到我哥那张脸，不想离婚了？不是，那离婚又不是儿戏，我得慎重考虑一下。我跟我哥长得一样，你更喜欢哪一个？还是说，你只喜欢这张脸吗？根本选不出来啊！不会吧？难道我真的这么渣，这么肤浅？太好了，感谢妈妈给我生的这张脸，下辈子我还要给你当儿子。你那天在出租屋说喜欢我的，都是骗我的，对吧？那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嘘，外面好像有人。好像是我哥来了。哥！在你眼中我是谁？不喜欢吗？我的吻技比起我哥来说怎么样？打吧。哎呀，我怎么这么没出息？死嘴就知道气。小妍，下楼吃饭了。我马上来。嫂子，你都快吃饱了吧？我警告你。我明白，那些不该说的，我保证不多说一个字。对不起，我现在心里很乱。没关系，我不想我的出现给你徒增烦恼。我是来给你带来双倍快乐的。小妍多吃点肉。他不下来吃饭吗？我弟弟，你很关心他。但我没问。他不在家里住，已经走了。哦，这倒霉孩子这么玩下去，哪一天万一露馅，我就是帮凶啊！希望到时候小妍打了他就不打我了。我怎么能在他们之间犹豫不定呢？想到了，我本来是要跟老公离婚的，这么算计我还得生弟弟。但是爱上这张脸跟人家结婚也是人之常情啊。如果是这样，那我先爱上的是哥哥。你怎么一直在吃姜啊？不辣吗？不辣。吃饭还心不在焉的，在想什么呢？想你弟。我弟弟刚刚走的时候明显心情不错，他很少回来，每次回来还总是满脸不爽，但是你来了之后，他回来的次数明显勤快多了。是吗？可能是这里有什么让他感兴趣的事情吧。我吃饱了。How can I get your love? How can I make you smile? 别想了，快住脑啊！哎呀！你什么时候起来的？你要干什么？这是我房间，这么晚了，当然是洗澡睡觉了。我洗过了。这么快？你以前都是等我一起洗的。我跟你一起洗澡。
这一边就算终点还很你说遥远，要节约用水，也要勇敢一点。以前这么饥渴的吗？每天的怎么样新鲜。要不要回顾一下？哎呀，不用了，节约用水吧。哦，怎么办？今天晚上我真的要跟他。我老婆好可爱，这小玩意儿到底是研究的呢？睡着了。想干嘛呀？老婆晚安。不要再闻了呀！大家用的不是同一款沐浴露吗？这样一点点确认你是我的感觉，真让人着迷。你到底想对一条无辜的毛毛虫做什么？给个痛快吧！你发烧了，记得吃药。昨晚的凉水澡冲太久了。我不能在他们俩兄弟之间摇摆不定。今天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别他妈敲了！那人昨晚就没回来。啊？他昨天一整晚都没回来，他不会出事了吧？对啊，我也没有联系方式啊。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喂，你弟弟一整晚都没有回来，我敲门他也不开门，可能是出事了。你去他家了？对啊，要不我现在去找物业把门开开吧。先别急，我先给他打电话。
只要露个脸就行，免得小姨担心。你在家呀？你邻居说你一整晚都没回来，我敲门你也不开，吓死我了。我能有什么事儿？就是睡得太死了。可是你的脸色看起来很差，怎么跟家里发生的那个一样？昨晚夜班没休息好。哦，对了，我最近有点忙，可能没什么时间见面，总要等感冒好了再见面，否则像今天这样多来几次，还没露馅我就死路上了。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先走吧。哎，你家里有药吗？要不我给你煮碗粥吧，等你睡下了我再走。不用。他是在生我的气吗？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肯定想你黏着我，巴不得你每分每秒都黏着我。但是今天不是就不是吧，我现在就进去了。还行。小心烫。谢谢。你晚上去拯救世界了吗？钢铁侠都不能累成你这样，什么破工作，别干了。好，不干了。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还是等他休息好了再谈吧。这回总没问题了吧？既然他在发烧，那也应该喝点粥。鱼片粥。对啊，你肯定还没吃早饭吧？应该饿了，赶紧吃吧。你好像吃过早饭了，那这些……没有，我这是饿嗝，人饿久了就会打嗝的，这正常的。我喝，今天就是撑死，也绝对不能让老婆失望。你好像吃得很勉强啊，真的有那么难吃吗？怎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明明你弟弟就喝得很开心啊！因为上游我真的饿了，关心是双倍的，粥也是双倍的，撑也是双倍的。陆毅啊陆毅，这回你吃没？遭罪了吧？好吃。那你吃慢点。啊？那你好好休息啊。儿子，哎呀，儿子，听说你生病了，妈特意给你做了天麻炖猪呢，来，快补补。儿子，你怎么了？以后啊，别再向我给他炖汤，哼，他就没那个福气，竟然看到我端汤过来就吐了。我的汤有那么恶心吗？可能他就是不喜欢猪脑的味道。您放心，我都喝完，绝对不浪费。哎呀，好孩子呀！我们陆家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儿啊，真是祖上积德呀！
陆野，你这个杀人凶手根本不配得到幸福，就让我来终结你圆满人生吧。先从你美丽的妻子开始。您今天气色真好。老婆大人，初雪限定浪漫晚餐已就位，我1分钟后到。Over。也不知道他发烧好没好，还有心思准备出血的仪式感。收到收到，我在公司楼下等你。Over。小心！等死！陆爷，你是谁啊？你对救命恩人就这个态度啊？哦，对不起啊，刚刚谢谢你。你手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我不去医院，用不着。你的腿也在流血，如果是担心费用问题，都由我承担。不想把受伤的救命恩人扔在路边，就带我回家呀，否则我要怎么让陆野误会你偷情啊？我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不喜欢医院，听不懂吗？臭小子，要不是你刚才救了我，谁管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后续有任何问题，联系我，我愿意赔偿。可是你自己死活不要的，到时候别道德绑架我。啊，这个女人为什么就想不到带我回家呢？哎真是搞啥呀，大兄弟！这回你总是要带我回家吧？深更半夜，自己老婆推掉浪漫晚餐，还带一个陌生男人回家，我真是迫不及待想看到陆野愤怒到扭曲的脸了。这就是陆家吗？说不定还是主播呢。响了。哎，你别动呀！虽然你伤得不重，但医生说你还得再休息2天。你放心，是陆家的私人医生。衣服都换了，陆野现在肯定憋着一肚子窝囊气。乐小姐，你用不着这么关心我，我不想让你先生误会。误会？什么误会？哦，你大半夜的带一个陌生男人回家，还亲手给他擦身子换衣服，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没干这些事情啊！你怎么说的，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反正我没有当男小三的爱好，也请这位先生千万别误会。我说你，首先感谢你救了我老婆，其次这是酒店，你的衣服是我换，身体也是我擦的。酒店？哟呵，还挺利索呢。你为什么躲避我会误会你？还是说你的目的就是让我误会？不过当年我还小，陆野不可能认出我。以为自己真有几分姿色，我费尽力气打扮出的亲弟妹都只能当小三，算什么东西？啊，我只是怕不必要的麻烦找上来。既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还要上班，再也不见，先告辞了。陆野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他老婆为什么不按常理出牌？
脾气还挺大。他刚刚一直话里有话，好像在暗示我跟他有什么，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冤枉我出轨，对他有什么好处？我倒觉得他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不过，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怀疑过我吗？我没有给自己乱戴绿帽的癖好，连他这个样子我都怀疑，那得多没自信。不过我怀疑他的英雄救美，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你怎么知道？给他擦身体的时候看到。看，哎呀，老婆，以后这种图谋不轨的人，离他远一点。昨晚遇见他纯属巧合，以后不会再见了。乐言，这是新来的实习生，你带一下吧。不会吧？哇哦，小帅哥啊！我最近手头上的事情有点多，实在没空。我也觉得这位姐姐不合适，要不换个人带我吧。这又是哪招啊？想在他前面避嫌，才不会显得我是别有用心的接近他。年轻帅气的小奶狗，带他还有带薪奖励和他3%的分成奖金。我来。乐言，你可千万不要难过，毕竟像你这种已婚人士，不招小年轻喜欢很正常。你真的要带他？当然，等我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时候，一定请你那个屌丝老公来参加婚礼哦。乐言姐和她先生的感情应该很好吧？她呀，跟甲方爸爸勾勾搭搭，好多同事都看见了，能好到哪儿去？而且她老公是个3秒男，你懂的。3秒男？爸！陆队，这还真看不出来。你还小，姐姐我看人可准了，你跟着我肯定不会吃亏的。姐姐，我刚毕业，还有很多东西不懂。姐姐，你不会嫌弃我吧？哎呀，不会的。乐言，他归你了。月如，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招主，把这份合同黑白单面打3份给我，客户10分钟之后就到了。咱们这个打印机是彩色的吧？对啊，所以我要黑白的。很着急吗？客户10分钟之后就到了。那现在打？夫人呢？打几份啊？3份。你是听不懂人话吗？还要我说几次啊？好。我不是说要单面打印吗？这不是省点纸吗？公司差你这几张纸吗？是让我怎么盖齐缝章啊？姐姐，你声音那么大干什么呀？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了，姐姐，你是不是嫌弃我笨啊？我刚毕业，什么都不懂，我怕过不了试用期啊。杀同事是违法的，但如果是他自己摔下楼呢？姐姐啊，你该不会是不想带我了吧？快说是啊，然后把我交给乐言。
没事儿，我还是自己打印吧。这个客户可是我谈了3个月才拿下来的。你去楼下买杯咖啡，纯美式不加奶，记住了，客户乳糖不耐受。好的，姐姐。来，姐姐。不是跟你说纯美式就行，客户乳糖不耐受的吗？这可是新品啊！姐姐，你叔是很重要的客户，我跑了2条街才买回来的。嘿嘿，哥，来尝尝。叫我张总就行，咱们还是先谈合同吧。啊，好好好，这是我们的方案，您看看有哪不满意？张总，来，起来！哎呦，张总，够了！我对贵公司的方案没意见，只不过我要选一家更稳重的合作方。张总，你别生气啊！张总怎么这样啊？说不干就不干，白买一趟。去死吧你！我心脏疼，还以为是心动了，原来是快要被气死了。别人是举一反三，他是举一反10万8千里，灵体能让地球3降，理解能力比我的情况还要空。乐言，今天要么他归你，要么就把他开除了，要么我就吊死在你的工位上。你冷静一点，我帮你带他。如啊，你缓缓。都说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灵机一动。蓝玉竹跟我找茬这么久，竟然被个愣头青气出毛病。他们都说老同事会欺负新同事，看来都是真的。我也想好好干，不想得罪人。可我父母从小离世。你好装啊，赵卓！你过来。我不知道你究竟有什么目的接近我，但是到此为止。你那么生气干嘛？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我帮你给了点教训，这样不好吗？用这么下三滥的方式帮我？他什么都跟你争，对付他需要用什么光明的手段吗？他是我的竞争者，但你可能是我的敌对者。相比之下，还是他比较可爱。识相的就自己滚。就算被你发现真面目，我幺哥和新路也一帮，绝对不让你们好过。手腕绷直，拳头攥紧。如果遇到坏人从后面抱你，就用手肘对准这里顶开他。你练过？刚刚那个是什么？打得好。打得好，对坏人就该这样。是他。赵卓，
你父亲是赵栋对吧？什么赵栋？我不认识。5年前我在边境执行任务，有歹徒劫持人质，你父亲也在那场劫持中遇难了。你是来报复我的？你有没有搞错啊？又不是我老公杀了你父亲的。那他也该死！你是杀了那些绑匪，可我爸也死了呀！你能救其他人，为什么不能救我爸？啊，陆队长，你那么厉害，为什么我爸还是死在绑匪手里？你说呀！对不起，我尽力了。你也是凶手。那些绑匪死后，我刨坟掘尸挫骨扬灰，我也不解恨。我只能来找你报仇了。我老公再厉害，他也只是个人，他当然想救所有人。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还讲不讲理啊？都这个时候了，还要讲什么道理？你死过爹吗？你不懂。死过啊，我没爹没妈，我就是个孤儿。怎么了呢？我骄傲了吗？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想救你爹，他当然也想救所有人。每个生命都很珍贵，但是他只是一个肉体凡胎。如果你想你爹在天之灵安息，你就应该发愤图强，也不指望你去报效国家，你至少要把你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过好，而不是这样带着莫名其妙的仇恨，处心积虑的报什么仇？你是废物吗？你现在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可以不对你做什么，但如果你继续恨下去，你随意。但是你要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那错位的就不是肩膀，是脊椎。走吧，还等着谁送你吗？老婆，说，今天是哥哥还是弟弟啊？你恢复记忆了？不解释一下吗？就有当初，我就想到了有今日。来吧，我承受得住。住手呀！陆先生，你没事吧？大胆乐言，你怎么敢扭陆先生的耳朵？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大家相处，换来的却是疏远。算了，不装了，摊牌吧。这是我老公。你知不知道妄想症也是有门槛的？陆先生他怎么可能？你老公还真是啊，陆先生。走吧，拜拜。陆先生，陆太太，之前的事都是误会，请解释啊！